一起来看精彩短剧《昔日嫌我无后，如今我儿女双全》故事解说。医者为女子诊脉过后，郑重告知女子，她的脉象显示腹中怀的是双胞胎。听到这个结果，女子心中百感交集，过往7年的屈辱岁月瞬间涌上心头。女子出身江家，是堂堂的千金小姐，却因为常年不孕，被婆家百般苛待，最终被逼着与丈夫和离，硬生生结束了长达7年的痛苦婚姻。回想在谢家的7年时光，她承受了无尽的羞辱。谢家之人总是对她恶语相向，逼迫她喝下各类汤药，更是直言斥责她是不下蛋的鸡，占着谢家少夫人的位置，却无法为谢家延续香火，断了谢家的传承。在日复一日的折辱与打压下，女子再也无法忍受这段窒息的婚姻，主动提出了和离，彻底摆脱了谢家的桎梏。可和离后的她，并未得到家人的体谅与安慰，反而被娘家视作丢人现眼的存在。娘家为了尽快掩盖她和离无所出的丑闻，在她和离归家的第2天，便不顾她的意愿，草草将她许配给了一个丧妻的官夫，丝毫没有顾及她的感受。女子的家族本是出了名的望子家族，族中嫁出去的女子几乎个个都能生下6、7胎，子嗣兴旺，唯独她是旁人眼中的异类。嫁入谢家7年无所出，沦为全城笑柄，市井之间随处都是嘲讽她的流言，路人纷纷议论她空有千金身份，却生不出孩子，连娘家都无力为她撑腰，如今还要改嫁官夫。就连寻常百姓都觉得那位官夫未必愿意迎娶她这个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就在女子被迫改嫁的这段时间，她的前夫谢景渊风光迎娶了新的夫人，谢府大摆喜宴，宴请全城宾客，喜庆的氛围传遍四方。对比自己狼狈不堪、受尽折辱的处境，再看着前夫春风得意的新婚场面，女子只觉得生不如死。她毫无尊严地被裹着被子送入新房，沦为旁人茶余饭后的笑料，人人都嘲讽她不知羞耻。还有人直言，就算她主动示好，新任夫君也绝不会多看她这声名狼藉的女人一眼。新房之中，女子的新任夫君性情清朗，见下人肆意嘲讽折辱女子，当即面露不悦，下令肆意嚼舌根的下人去后院领30鞭责罚，无人再敢随意诋毁女子。女子从未想到，外界传言粗鄙不堪、大字不识的市井官夫，真实身份竟是京城赫赫有名、权倾一方的镇北武侯。新婚当夜动静极大，声势传遍了整座府邸，府中下人惊慌失措，连忙关闭各处房门，不敢窥探半分。那一晚，男人径直将女子压在身下，女子始终不知晓他的姓名，也无心主动询问，只默默承受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婚姻。成婚之后，日子悄然流逝。半个月后，女子发现自己的癸水迟迟未至，晚了整整半月之久。7年婚姻从未有过这般迹象，女子心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期许，暗自猜测，难道自己这片常年死寂的身子，真的因为换了夫君，终于有了生机？安稳度日的同时，武侯主动向女子坦诚了自己的过往与底线。他告知女子，2人成婚之后便是正经夫妻。他将自己每月的饷银账册全部交由女子打理，家中所有花销都由女子统筹，但每一笔开销都需要如实记录在册。他还告诉女子，自己此前留有1子1女，儿子属虎，女儿属兔，2个孩子自幼失去生母，孤苦无依。女子此生无所出，往后便将这2个孩子视如己出，也好为自己留一份依靠。听闻这番话，女子心中满是苦涩与无奈。她好不容易因为无所出，挣脱了谢家的羞辱与束缚，如今改嫁之后，依旧要背负无所出的标签，还要被迫接手抚养2个孩子。不多时，下人将武侯的一双儿女带到女子面前，让2个孩子认女子为娘亲，告知他们今后女子便是他们的母亲。2个孩子年纪尚小，心性敏感，对突然出现的继母十分抵触。年纪稍长的男孩直白地询问妹妹，是不是这位新娘亲讨厌他们，还直言自己不愿意认一个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做母亲，甚至私下嘲讽女子是不会下蛋的大公鸡。女子本就格外抵触孩童，这辈子最厌烦的就是这般半大的孩子。看着2个孩子的抗拒模样，心中更是五味杂陈。府中的下人也暗自轻视女子，只因她有着7年无所出的名声，时常有人在私下嘲讽她成婚许久，肚子始终没有动静，连公鸡都比她有用，极尽挖苦之能事。不仅如此，下人还日日端来各类汤药逼迫女子服用，这些汤药皆是毒虫，送子观音泥熬制而成，味道苦涩难闻，目的就是逼迫女子早日受孕生子。女子满心抗拒，大声拒绝服药，可下人根本不顾她的意愿，强行逼迫她喝下汤药，还不断劝说劝导，称这些都是滋补好物，喝下之后便能早日为武侯府开枝散叶，延续香火，绝不允许她断了武侯府的子嗣。常年被逼着生子，被逼着服药的经历，让女子心中积攒了无尽的恨意。
他痛恨所有逼迫他生孩子的人，更痛恨自己身子不争气，多年无法孕育子嗣。婚后的日子里，武侯每夜都会来到女子房中留宿，与她相伴。起初相处之时，动作带着几分生硬与强势，可久而久之，他的力度越来越轻柔，不再带着最初的强势与压迫。女子渐渐不再感到痛苦，慢慢适应了彼此的相处，偶尔还会主动迎合。可整整半年时间过去，女子依旧不知道夜夜与自己相伴的夫君究竟姓甚名谁。近期以来，女子时常莫名恶心反胃，身体泛起异样的反应。她第一时间联想到癸水迟滞的情况，心中生出一丝期许。可她立刻想起在谢家的7年岁月，那些年她也曾多次遇到癸水推迟的情况，每满心以为自己成功受孕，最终换来的都是空欢喜和无尽的羞辱。谢家众人的嘲讽与苛责历历在目，心中不安的女子悄悄请来神医为自己诊脉。神医一番细致探查后，并未直接断定有孕，只是告知女子脉象奇异，暂时无法妄下定论，约定7日之后再次上门，为她给出准确的结果。女子只当这番说辞是神医的推诿之词，以为自己又是空欢喜一场，早已习惯了这般落空的结局。就在等待复诊的日子里，府中突然传来变故，武侯的独子周晨在学堂与人发生争斗，下人急忙前来告知女子此事，焦急万分，想要让女子出面解决。女子本想让人去军营寻找武侯做主，可下人连忙阻拦，告知女子武侯清晨已然前往西山练兵，为期7日，今夜乃至后续几日都不会归家，让女子不必等候。听闻此言，女子心中满是嘲讽，暗自心想自己从未等候过他归家，何来不必等候一说。下人依旧苦苦哀求，直言周晨是武侯唯一的子嗣，是周家唯一的根基，女子本身无法生育，若是周晨出了任何差错，整个侯府无人能够承担后果。女子心中倍感悲凉，只因自己无法生育，就连府中下人都能拿孩子的安危拿捏自己，处处轻视胁迫自己。心绪平复后，女子不再犹豫，当即决定亲自前往学堂处理此事。前往学堂的途中，女子的思绪飘回了年少之时。年少时，谢景渊曾对她许下诺言，待她及笄之后，便以10里红妆迎娶她入门。彼时的谢景渊满心满眼都是她，温柔体贴，情意真挚。可2人成婚之后，仅因为她无法孕育子嗣，昔日深情的夫君便彻底变了模样，将她视作糟糠妻女，百般厌弃。女子也曾放下身段思念谢景渊，主动流露情意。可此时的谢景渊早已移情别恋，旁人告知女子，如今风光无限，新婚燕尔的谢景渊早已迎娶了新的叶夫人，2人亲密无间，恩爱十足。短短半年时间，谢景渊便新人在怀，意气风发，仿佛与他7年的夫妻情谊从未存在过一般。目睹此情此景，女子心中纵然万般酸涩，也强装平静，告知旁人自己毫不在意，转身继续赶路。女子抵达学堂之时，恰好撞见谢景渊的外甥谢廉肆意刁难周晨。谢廉仗着自己的身份，嚣张跋扈，逼迫周晨跪地磕头认错，言语极尽羞辱。女子清楚记得，谢廉素来仗势欺人。从前他尚未获离之时，只要谢廉来到谢家，自己便会被谢家众人按在祖宗牌位前鞭打100遍，受尽屈辱。谢廉当众嘲讽周晨没有爹娘管教，还出言羞辱女子生不出孩子，不配为人母。谢家的长辈也在一旁纵容，甚至教唆孩童，直言生不出孩子的媳妇就该这般肆意打骂折辱。女子心中满是寒凉，纵使她是堂堂江家大小姐，嫁妆丰厚远超谢家彩礼，可仅因为无法生育，就连谢家几岁的孩童都能肆意欺凌羞辱自己。周晨之所以动手与人争执，是因为谢廉率先出言辱骂武侯是捡别人不要破烂的官夫，辱骂女子是不会下蛋的鸡。学堂先生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偏袒谢廉，斥责周晨顽劣撒谎，还怒斥周晨是有人生没人养的孩子，扬言要替他的父母好好管教他。目睹孩子受辱，自己被肆意诋毁，女子再也无法隐忍，当即上前质问学堂先生，斥责他读遍圣贤书，却不分是非对错，对孩童恶语相向，满口歪理，枉为人师。先生从未被异界妇人当众驳斥，又惊又怒，质问女子身份，还当众揭穿女子的过往，嘲讽她是被谢家休弃的弃妇，是7年都生不出孩子的不下蛋老母鸡。一时间，在场众人纷纷嘲讽女子，言语不堪入耳。看着众人肆无忌惮的模样，女子转头询问身旁的周晨是否想动手教训对方。在得到孩子肯定的答复后，女子全力撑腰，让周晨放手去打，若是打不赢，自己便亲自相助。有了继母撑腰，周晨不再隐忍，全力反击谢廉。现场局面彻底失控，旁人惊慌失措，连连劝阻，生怕闹出人命。下人也急忙劝说女子，
若是少爷出事，无人能够担责。女子却格外清醒，告知众人，周晨年仅6岁便能搬起100斤巨石，此前退让只是担心失手伤人，并非懦弱无能。如今有自己撑腰，不必再忍气吞声。学堂先生见周晨步步紧逼，谢怜节节败退，当即恼羞成怒，想要亲自出手教训周晨，还命令下人掌乖周晨。女子气场全开，厉声下令，让下人掌乖学堂先生20个嘴巴，少一个都绝不轻饶。下人犹豫不决，畏惧先生的身份，女子当即放出狠话，若是无人执行，便将所有下人尽数赶出侯府，永远不得归来。女子当众回击所有人的嘲讽，直言众人都嘲讽自己是7年不下蛋的铁公鸡，今日便要让所有人亲眼见证这只铁公鸡的厉害。他强硬制止所有人的劝阻，执意不让孩童争斗停下。混乱之际，一道熟悉的声音骤然响起。谢景渊匆匆赶到现场，看到女子的瞬间满脸错愕，不敢置信昔日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女子，如今竟这般强势凌厉。谢景渊当即上前阻拦，想要救下被周晨压制的谢怜。谢怜与一旁的先生纷纷向谢景渊求救。谢景渊看着女子，语气带着几分昔日的掌控欲，想要让女子收手。可女子早已不是昔日温顺隐忍的谢家少夫人，直言让她摆正身份，自己早已与他或离，不再是谢家儿媳，不必再受他管束。旁人连忙悄悄提醒谢景渊，女子如今的身份特殊，她如今是镇北武侯的夫人，其手下将之手握重兵，若是得罪女子，别说区谢家，就算是整个谢家覆灭，都不足以抵罪。还告知谢景渊，此刻被周晨殴打的正是武侯的亲生儿子，若是武侯追责，谢家10人头颅也不够抵罪。知晓利害关系的谢景渊瞬间收敛了所有气焰，不再强硬施压，反而柔声劝说女子收手，还将所有过错归咎于女子，认为是女子心中怀恨过往的恩怨，拿孩童撒气。女子听闻这番颠倒黑白的话语，心中怒火更盛。谢景渊试图近身拉扯女子，女子当即厉声呵斥，直言男女授受不亲，他屡次近身冒犯自己，自己出手教训理所应当。昔日7年婚姻的委屈羞辱尽数涌上心头，他字字铿锵地细数自己多年的遭遇，怒斥谢家众人的刻薄与不公。谢景渊的姐姐也在一旁指责女子小气狭隘，挑唆是非，不懂感恩。身为女子无法生育，本就该受人指点教训，如今还当众闹事，全无大家闺秀的模样，活成了市井泼妇。女子对此毫不在意，直言自己早已不在乎这些虚名体面。她当众立下规矩，警告谢景渊，往后谢家任何人，尤其是谢怜，若是再敢动周晨一根手指头，自己必定让周晨加倍反击，绝不姑息。有人当场揭穿周晨只是女子的继子，并非亲生，嘲讽他白费力气维护旁人的孩子。女子对此不屑一顾，厉声警告谢家众人，管好自家的口舌，若是再敢散播半句关于自己的谣言，必定新账旧账一起清算。谢景渊满心疑惑，询问女子何时改嫁成婚，为何从未告知自己。女子态度冷淡，直言2人早已或离，毫无关系，无需向他报备自己的婚事。随后女子呼唤一双儿女，带着2个孩子转身离去，直言此地晦气，再也不愿踏足。临走之前，他郑重警告谢景渊，往后谢家之人见到自己，必须绕道而行，若是胆敢冒犯，自己便让孩子的父亲出手惩戒，夺去对方冒犯的手脚。归家之后，周晨看着强势护着自己的娘亲，轻声询问外出练兵多日的父亲何时归家。女子看着孩子乖巧的模样，心中微动，暗自感慨武侯素来耐心不足，外出练兵7日，想必早已按捺不住归心。不多时，府中老仆人前来拜见女子，送上一份物件，告知女子这是武侯在练兵途中特意托一使从边关捎回的礼物。老仆人笑着感慨，武侯此生从未给任何女子购置物件，此番实属难得。女子看着略显粗糙的礼物，嘴上吐槽样式丑陋，心中却知晓这份心意格外珍贵，也暗自好奇武侯常年将银两交由自己打理，不知这份礼物的钱财从何而来。随后女子温柔叮嘱老仆人回房歇息。夜幕降临，武侯的一双儿女主动前来，小心翼翼地恳求女子，想要今夜与他一同安睡。一旁的老仆人见状，连忙为2个孩子求情，告知女子2个孩子自幼失去生母，在学堂时常受旁人欺凌，今日多亏女子全力维护，才得以扬眉吐气，希望女子能够应允孩子的心愿。女子起初还有所顾虑，担心自己心性不定，会教坏孩子。老仆人连忙表明忠心，往后一切听从女子吩咐。女子回想过往，本是极度厌烦半大孩童之人，可看着2个孩子乖巧可怜的模样，再想到今日他们受辱的模样，心中的抵触渐渐消散，心软答应了孩子们的请求。
两个孩子瞬间喜出望外，满心欢喜。夜深人静，女子陪着两个孩子已然安歇，全然忘记了外出练兵的武侯今夜已然归来。武侯推门入房，看到床上熟睡的妻儿，语气无奈又宠溺，询问女子自己今夜该睡在何处。女子睡意朦胧，随口让他去孩子的房间独自安睡。武侯满心委屈，直言自己已然7日未曾归家，满心期盼与妻子相聚，不肯退让，温柔叮嘱女子明晚必须留自己相伴。次日天亮，孩子们早早被老仆人带出府游玩，府中只剩2人独处。武侯难耐思念，想要与女子温存相伴，女子心生抗拒，不愿在白日亲密相处。武侯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一句伤人的话语，直言反正女子无法生育，不必太过拘谨，自己实在难以忍耐。这句无心之语，瞬间刺痛了女子心中最深的伤疤。成婚半年以来，武侯每夜与她相伴，动作强势肆意。此刻这句话语让她彻底误会，认定武侯心中始终嫌弃自己无法生育，将自己视作随意消遣的风尘女子，肆意作践，毫无半分尊重。一旁的下人连忙出声解释，想要为武侯辩解，却被武侯厉声呵斥制止。女子满心酸涩，含泪质问武侯，是否心中一直这般看待自己？是否觉得自己无法生育，就活该被肆意欺辱、随意对待？武侯慌乱不已，急忙否认，笨拙解释缘由，称自己在军营听闻旁人闲话，误以为女子这般年纪喜好热烈相处，才会这般行事，绝非轻视作践他。女子满心失望，只觉对方的解释苍白无力。备受屈辱的她当即提出和离。她坦言自己早已名声尽毁，不在乎再来一次和离，大不了再次背负污名，彻底离开侯府。武侯见状瞬间慌了神，再也不敢放肆，连忙认错服软，不敢再多言一句，生怕惹得女子更加愤怒。就在2人僵持之际，屋外传来孩子慌张的呼喊，声称父亲出事，性命堪忧。女子急忙出门查看，只见武侯满身伤痕，竟是亲手责罚自己，以此向他赔罪。两个孩子守在一旁，满心焦急，劝说女子原谅父亲，直言父亲若是不自惭赔罪，便觉得无法弥补自己的过错。可他们又害怕失去父亲，苦苦哀求女子心软。女子看着眼前父子3人上演的苦肉计，心中又气又无奈，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应对。武侯趴在地上，甘愿负荆请罪，直言只要女子能够消气，哪怕拿刀砍伤自己，剥去自己的皮肉都心甘情愿，只求女子不要再生气，不要霍离。老仆人在一旁暗自感慨，镇北侯身居高位，战功赫赫，向来威严凛然，如今却甘愿为异界妇人跪地请罪。此事若是传到军中，必定会影响武侯的威严与立足之地。女子心中思绪万千，不禁自问，莫非在武侯心中，自己的分量远比他的官袍颜面、军中威望还要重要？孩子们不停劝说女子出气，让女子动手责罚父亲，消解怒气。女子看着父子3人恳切的模样，心绪渐渐软化，无奈让众人起身回房歇息，不再追究此事。武侯瞬间喜出望外，连忙起身紧随女子身后，还暗自吐槽儿子下手毫不留情，却又骄傲儿子性子刚烈，颇有自己的风骨。风波平息过后，2人独处之时，武侯小心翼翼询问女子是否心中嫌弃自己，故而一直抗拒亲密相处。他坦言军中男子传言，女子若是抗拒亲近，便是心中嫌弃夫君，对夫君无感。女子闻言，坦然道出自己的心结。女子诉说自己在前夫谢景渊身边的遭遇，昔日与谢景渊相处，对方总是草草了事，还动辄辱骂自己是木头，不知羞耻。常年的否定与羞辱，让他对亲密之事打心底抗拒，毫无感触。可与武侯相处之时，心境全然不同。只是常年的心理阴影，让他始终无法放开自己。武侯听完女子的过往遭遇，满心心疼，随即向女子坦白了所有真相。他坦言自己与女子的一双儿女，皆是7年前那一夜所得。当年女子合力归家，被家人仓促许配他人，新婚当夜与他相伴，仅此一夜便怀上了一对龙凤胎。只是女子一直被不孕的标签束缚，从未想过自己一朝便能怀上双生子。武侯郑重立下誓言，所言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甘愿战场万箭穿心，不得善终。女子满心疑惑，不解他为何刻意隐瞒身份，以市井官夫的模样迎娶自己，让自己受尽旁人嘲讽。武侯细细解释缘由，依照朝廷规制，身居爵位之人需连续3年在京郊大营操练新兵，期间严禁大摆宴席，私自议亲。他对女子一见钟情，不愿错过此生挚爱，哪怕触犯规矩遭受责罚，也执意要迎娶她为妻，故而刻意隐瞒了自己武侯的尊贵身份，以普通武夫的身份上门提亲。他还向女子坦诚，
自己早在多年前便见过他，倾心于他。当年他大胜归来，偶然撞见容貌清丽、气质温婉的女子，一眼便心生爱慕，还曾私下询问儿子是否愿意让这位姑娘做他的娘亲。此后，他便一直默默关注女子的一切。得知女子被谢家苛待，无奈获离的消息后，第一时间派人上门提亲，满心都是诚挚的爱意，从未有过半分敷衍。知晓所有真相的女子，心中的隔阂与怨气渐渐消散，最终松口答应不再提和离之事。只是他略带娇嗔地叮嘱武侯，往后务必勤于洗漱，褪去满身汗味，不再让自己反感。武侯闻言欣喜若狂，满口答应，直言定会清洗得干干净净，绝不惹女子嫌弃，满心欢喜地珍视着这份来之不易的情谊。